喂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我就想借呢個 XOCast 嘅遊戲咧，去講講大多數遊戲有機會會用到嘅一啲拉力賽嘅漂移技術啦。咁首先我就會先引用一下頭文字 D 其中一集講嘅嘢啦。路面とタイヤとの接觸面での摩擦の割合。ミューが低ければ低いほど、コーナーではアンダーかオーバーのどっちかが極端に出る。どこまで行ってもニュートラルな車がありゃ結構だが、そんな車はこの世に存在しない。だったら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ないアンダーステア以外、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るオーバーステアを初めから作っておくんだ。それが俺のやり方だ。白を走るラリーの世界じゃ四輪ドリフトは基本だぜ。咁即係話啦，漂移咧喺拉力賽入邊咧係用嚟應付呢個惡劣路面嘅手段啦，而唔係一種表演嚟嘅。咁之後咧，我就會講講我先喺臨場嗰陣做咗啲咩，再之後再慢慢解釋呢個所謂重心轉移係究竟係咩回事啦。咁首先啦，入彎之前咧，我為咗防止推頭、防止轉向不足，咁我咧可以揀嘅就係剎車或者放開個油門，停止呢個加速嘅。咁我放開個油門之後咧，我去到差唔多呢個彎心嗰度，可以再揼一下重 brake， 令到個車頭咧咬得再勁啲，同時將個車尾翹起佢。咁翹起咗離咗地，咁咪冇咁易咬地咯。咁你再去比優嘅時候，佢咪會打滑咯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就可以再將個油門加深，不斷咁踩，令到佢打滑，令到佢個尾開始翹出去、掉出去。咁樣咧，咁佢就可以開始甩小尾啦，冇咁易推頭啦。咁但係如果甩太多咧，你又見到我前轆咧就開始反軚，開始向翻相反嘅方向做一個修正。去到呢個時候咧，開始架車身穩定啲，我就全力踩行個油門出彎啦。咁呢個就係正常速度之下咧需要去做嘢嗰個節奏啦。咁去到呢度都簡單啦，未入彎之前都係 keep 住個直線，咁盡量唔需要太多嘅轉向啦。咁呢個彎呢就唔係好急嘅，咁所以呢，只需要入彎之前呢輕輕地放個油門，跟住等佢成功轉向咗之後呢，再用力踩實個油門咁樣出彎呢，佢個尾就自然好輕咁樣飆一飆咁樣出去噶啦。咁之後過橋呢度呢，就個地形比較突啦，咁容易令到個車身唔穩定嘅。咁基本上呢，都係靠一啲油門嘅收放去控制調整一架車個穩定啦。去到差唔多彎心呢度呢，仲可以借嗰架車身本身唔穩定，個車尾發下嗰個情況之下呢，再踩油門甩出去添。咁因為呢，惡劣嘅環境冇絕對嘅穩定啦，咁有得借嗰個優勢嘅時候就即場要踩咗出去噶啦。咁呢個彎呢，表面上好似好急咁啦，實際上呢，因為有個盲點，所以先有呢種錯覺嘅啫。咁首先啦，我都係叫做放開個油門啦，必要時呢就再踩一踩個 brake， 令到嗰個車尾翹一翹起，咁跟住就見到呢度呢，有大把位可以篩出去呢，就係咁踩實個油門噶啦。咁你見到我拎住嗰個軚盤扭啦，都冇乜反應，證明就係佢已經嗰個輪胎嗰前轆個轉向呢已經到咗極限啦。我由得佢成架車加住速咁樣推出去呢，咁就係最快啦。只要有位嘅話，咁就 OK 噶啦。總之呢，出彎嗰人呢，推住頭咁樣出去呢就冇問題嘅，只要夠位嘅話。咁呢個就唔關過彎嘅事啦，不過都講講啦。因為佢成架車咁樣飛出去呢，去到呢個橋呢，又係一啲凹凸不平嘅地方，都好麻煩嘅。一落地嗰下呢，唔好心急比較住，因為你成個車身呢係極度唔穩定嘅，你唔知道係推頭定係甩尾，而且佢係直路呢。因為呢個時候呢，成架車擺嚟擺去呢，冇咗嗰個穩定性啦。咁因為咧你要直路去加速咧，你係要四個轆都要盡量咬地咧，佢先至可以做一個好穩定嘅加速嘅。所以除咗過彎角度之外啦，嗰個地形嘅凹凸都要留意嘅。
咁都講講呢個彎啦。咁雖然呢，佢嗰個入彎嘅角度比較急啲，咁但係呢，嗰個原理呢都係一樣嘅啫。咁啊，都係首先放開油門啦，等佢減少少速，跟住扭咗入去呢，差唔多去到彎心嗰個時候呢，先至嚟一個重剎。咁等個車尾翹起，咁之後再猛踩個油門。到佢嗰個差唔多嗰個尾咧開始甩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反軚修正啦。到修正夠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再回翻直嗰架車，回翻直個軚，咁就咧架車可以飛住去噶啦。最緊要出彎嗰下都係先至保持穩定。咁好似呢啲角度唔大嘅彎啦，咁架車亦都唔夠馬力去用盡呢個輪胎極限咧，咁就可以唔需要甩尾之下咧，用呢個咬地嘅方式去過彎啦。不過去到後尾咧，亦都有一啲叫做油門修正啊、重心嘅修正啦，咁我都會講講嘅。例如話呢一度咁樣啦，咁都有一個叫做複合彎嘅，咁我都叫放開咗個油門啦，等架車回直翻，咁我先至繼續去踩油去啦。咁之後下一個呢，就係一個比較急啲嘅彎啦，咁我都係用翻呢之前所講嘅一啲技術啦、一啲嘅概念啦去過彎嘅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入彎個角度就比較闊啦，但係出彎個角度就比較窄嘅。咁我就用咗呢個快入嘅方式，去到呢度差唔多啦，我先至嚟一下重剎，然後即刻放開啦。咁成架車呢就會甩尾甩得比較勁啊。咁我再踩個油門咁樣但係我就未回直住，因為呢你見仲係嗰個出彎位未到嘅。咁我差唔多呢個時候啦，叫做先至可以全力加速啦。咁睇到前邊啦，係一個複合彎啦，係一個 S 彎，咁所以我就喺呢度盡量將架車拉直咁樣過嘅。不過去到呢度啦，都睇到啦，有一個好細嘅失誤啦。咁喺未踩呢個石壆之前呢，我就照加速啦。咁我架車一翹起嗰個時候呢，我就輕輕地放咗油，去到落咗地呢，我先繼續踩嘅。咁希望咧就係話我喺架車飆起嗰個時候呢，我就叫做放開油門呢，等架車保持翻個穩定，等佢唔好咁容易甩尾啦。落咗地之後呢，我先至繼續去踩油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呢，我亦都保持住成架車一條直線，一個直路咁樣，咁可以保持穩定性。咁有呢個穩定性就可以一路去加速啦，咁樣咁就可以直達去最後尾嘅終點啦。咁就呢一個回顧翻2025年3月嗰一場單人跑嘅過程啦，咁就係咁樣啦。咁介紹完之後呢，咁就可以講翻一開始究竟頭文字 D 講嗰樣嘢係乜鬼嘢呢？咁就係講啦，當呢個路面個摩擦力呢係好低嘅時候呢，會容易造成一個轉向不足啦，或者呢一個轉向過度嘅，咁即係俗稱呢個推頭或者甩尾啦。咁佢就話啦，理想情況之下啦，一架車永遠都係保持中性嘅，永遠都係唔會推頭，唔會甩尾。咁但係呢種咁嘅車係唔會存在嘅。咁所以佢就話啦，預期因為呢一個摩擦力而唔夠，而有機會推頭或者轉向不足嘅話，咁就講講啦，用翻我理解啊，去講話點解話推頭控制唔到呢？因為你一架車轉彎要有個慣性噶嘛。咁我嘗試用一個生動啲嘅例子啦，即係譬如話用馬車嚟為例咁樣。呢個馬呢，就係架車個前轆，咁而架馬車呢，就係我哋汽車個車尾啊。咁你要等隻馬轉彎先，咁即係嗰個前轆啦，你拖咗過去先，咁跟住架馬車喺後邊，即係個車尾。之後先一齊轉彎嘛，兩者係有個時間差喺入邊。咁當隻馬轉咗彎，跟住再輪到後邊嗰架馬車都一齊跟住轉彎，咁先至會形成咗一個叫做轉彎嘅慣性啦。
咁咧推頭嘅情況咧就係話你想轉彎，但係隻馬咧佢唔夠抓地力或者打滑轉唔到彎，咁變咗就係話當隻馬即係個前轆轉唔到彎嘅時候，你嗰個後邊咧嗰個馬車啦，嗰個車轆啦係轉唔到彎嘅，因為前邊轉唔到彎，自然就帶唔到個慣性俾後邊。咁所以咧，點解話推頭係比較難救嘅原因咧？呢個係咁所以點解佢就話啦，刻意去做一個叫做轉向過渡，一種甩尾咧，就可以令到架車可以隨時去做一個修正啦，隨時去執生啦。咁但係呢一招唔係萬能嘅，咁因為你甩尾甩得太勁咧，你亦都叫做連後轆嗰個抓地力亦都嘥埋啊嘛。咁你會令到架車唔會好快嘅。咁因為啦，無論係呢一個甩尾定係推頭都好，佢都係一種叫做失去抓地力嘅一種現象啊嘛。咁你甩得越勁，代表你嗰個抓地力就失去得越多，代表你越難去加速啦。所以咧，當喺嗰個轉向過渡或者甩尾甩夠之後咧，就唔好再甩啦。開始去令到架車回直翻，或者回直少少，可以喺保持喺呢個漂移狀態之下，但係唔可以將嗰個甩尾嘅角度甩太多啦。咁我都係套用翻某個朋友教過我一樣嘢啫，就係話你見下 Ken Block 做啲好誇張嘅甩尾動作咧，佢係表演俾人睇嘅。咁真正嗰啲拉力車手咧，佢覺得甩夠咧，佢就唔會再甩噶啦，佢就即刻諗點樣回直翻架車，準備加速去出彎噶啦。咁而呢個動畫啦，頭文字 D 入邊其中一個參賽者咧，佢就係話呢個拉力賽車手嚟嘅。咁佢就強調啦，呢一種咁樣嘅漂移技術啦，喺佢哋拉力賽嘅世界入邊咧，只係一種基本嘅技術嚟嘅啫。咁呢點咧，亦都可以解釋到嘅。咁因為咧，有時喺同一個環節啦，同一個賽道入邊咧，可以有唔同嘅地形，可以有唔同嘅表面嘅。即係譬如話，同一條路可以係乾嘅，亦都可以係濕嘅，亦都可以突然轉泥地嘅。咁可以乜嘢情況都有。咁如果冇呢一種技術去隨時適應唔同嘅變數咧，係基本上係冇得跑嘅。咁希望透過呢種介紹啦，可以等大家明白到呢一種漂移嘅技術係咩回事啦。咁就多謝大家收睇。